除非从我的尸首上踏过去。快逃！玉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天尊知道你拒不劫持，已经派人来抓你了。天尊马上就到，你们快走！小兰，阿强！你为什么非要杀了他？他是魅主的转世，非要杀死他，三界才能太平。九弟，快拿起剑来！不，我绝对不会伤害小兰。九弟，魅主本该跟着兰真魂飞魄散，是你擅自降下仙路，才让魅主转世成精怪。如今只有你能除掉他，难道你要弃三界众生于不顾吗？前世是你杀死了他，是又怎样？他不过一介凡人，命若浮尘，死又何惜？九弟，不要一错再错。你是苍穹的神仙，你必须守护三界太平。残害无辜，诛杀异族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三界太平？不求苍生，不得爱人，这神仙不做也罢。九弟，你在做什么？如果是这世间唯一能伤他之人，那便以我之命换他永世安宁。一仙九弟，你违逆天规私降仙路，致北冥草药成精，是为何故？只为救我心爱之人的性命。你可知仙不能有情？若仙不能有情，我愿永世为人。恍如梦人去胡纵，深情太沉重，谁又能读懂？我不敢跨越这红尘九龙，可谁又能逃过宿命不轮回风？他体内有魅主残魂，即使你是一仙，降下这回生仙路，也救不回他。爱上他，你可后悔？绝不。好，你既不悔，本尊便将你变为凡人，除尽精怪。否则，你将会形神俱灭，万劫不复。自天降仙路以来，
草药精怪现世。相传，每逢月圆之夜，便有精怪袭人灵境，害人性命。为此，朝廷特颁布藏药令，设立上清司，以抓捕精怪。大人，那精怪向林中逃去了。恭喜九明大人，终于将这害人性命的精怪抓获了。九明大人，山间危险，您还是多加小心为好啊！摘下面具，我便是郎中阿九，不必唤我大人。剧毒乌头，中了我乌头的毒，竟然还能动弹得了？我不杀你，只不过这山间待久了呢，就需要点男人的灵气来滋补一下。他一介凡人，怎么能破了我们草药寨的结界？我板蓝根在这草药寨里修炼了100年了，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灵芝姐姐一样去人间看看？刚刚什么东西掉下来了？凡人，还是个男的。若是我与他结成灵配，那不就可以让他带我去人间了？这人怎么不见了？小破草，鬼鬼祟祟的，干嘛呢？板蓝根，好不容易捡个男人，可不能让他抢走。原来他也是精怪。我且问你，你有看到一男子掉下来吗？什么男子啊？我没看到。哎，你去那个林子里看看吧。你当我瞎呀？老吴头，干什么呢？你个6根不全的残草，也敢跟我抢男人？你什么你的男人啊？怎么他头上写你名字了？再说了，谁先抢到就是谁的。不自量力！好你个小破草！灵力不足。啊，老吴头，这人间男子的味道，真美味。找打是吧？我击中了乌头的毒物，又未将秦王锁带在身边，不如静观其变，看他俩要耍什么花招。这真带劲儿。板蓝根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回去禀报申长老，说你擅结灵配。至于你，你等我啊。
以结灵佩，得赶紧让他带我下山才行。啊，头好晕啊，头好晕啊！那个，你我以结灵佩，我命令你，赶紧带我下山。啊，头晕。既然你自投罗网，我便将你带回上清寺。九弟，前世孽缘未尽，你竟又遇到了他。这是九明大人的信号，已寻得灵芝精怪踪迹，立刻出兵。是。2次信号，难道发现了2只精怪？不好！大胆精怪，岂能容你在北冥为非作歹，草菅人命？绝不能让灵芝姐姐被抓。我们与上清寺无冤无仇，为什么对我们穷追不舍？既是精怪害人性命，我们上清寺当然要管。谁说精怪害人性命？倒是你，黑白不分，滥抓无辜。让我看看你这面具下是什么险恶之人！放箭！宁可误杀，也不能放走精怪。我家灵儿从未害人，你们为何总是不放过她？从未害人？那你身上的血渍，又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自愿献的血。灵儿重病不起，唯有这样才能救她性命。她从未害过我，反倒是屡屡救我的性命。就连那素不相识的精怪，也愿意为我施法疗伤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救你。那丹郎中说那梦之可能会危及性命，我实在放心不下。你就在这里好好的安心治病，相信我，我会为他施法疗伤，确保他一定无事的。他们真的不是坏人。他们看来果然不止一个精怪，把他抓回去，严加拷问。慢着！我不敢跨越这红尘囚笼，身后落雪绕过半生如昔无你。我跟你们走。灵儿，你说什么傻话呢？你寒窗苦读10年，如今终于出世，不可为了我误了前程。灵儿，梦之，松手！大人，他只是一介文弱书生，被我迷了心智，方才只是胡言乱语罢了。望大人能既往不咎，放他一马。小女灵芝愿用我自己换他前程。带他走。你们谁敢过来？谁都不许碰他！放箭！我不敢跨越这红尘囚笼，可谁又能逃过宿命，不乱为附庸。若是过地中。
你骗了我，你根本没有与我，你根本没有与我重结灵配。对不起，太危险了，我不愿意让你受伤。灵儿，把灵芝精怪带回上清寺，叶亲王看了一定重重有赏。你们谁都带不走他！你小子不识好歹，勾结精怪，还敢反抗！九明大人，我们上清寺只抓精怪，不动百姓。是。大人，您这伤势……把灵芝带走。没想到上清寺还有这么厉害的高手。糟了，大郎中他，大郎中，大郎中，你人呢？你去哪里了？大郎中！就连那素不相识的精怪也愿意为我施法疗伤。大郎中，我们与上清寺无冤无仇，为什么对我们穷追不舍？小兰，你没事吧？都怪我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本想着去帮灵芝姐姐，没想到遇到了上清寺，结果我受伤了，还连累了你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啊？我本以为灵芝一定会杀了那个书生续命，甚至不怪你，凡人对我们精怪早有偏见。上清寺更是宣称要斩尽天下精怪。灵芝姐姐，她要是被抓了，不行，我要去救她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是想告诉你，我刚才在街上碰见灵芝夫妇了，灵芝的气色已经好了不少。真的吗？灵芝姐姐，她逃出来了。你没骗我。这灵芝精怪，可否交由我来审问？
你一向只管抓不问审，今日这是怎么了？那日北冥山抓捕之时，我就曾生疑，灵芝为畏光怕热之物，向来不近烛火。可是发生凶案的民宅却灯火通明，想来实在蹊跷。我上清司向来只管抓捕精怪，这查办案件则是要递交大理寺审理。这样吧，你所说一事，我会向负责此案的朱少卿说明，争取查个水落石出。啊，据附近的百姓说，那日夜里还听到了小女孩的哭声，可是案发之后，却不见踪影。若是我们能先找到，不在其位不谋其职，查办案件并非你我之责。九明，你以前可不是个好事的人啊。是，想必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啊。哎，你这伤是怎么回事啊？小伤而已，休养几日便好了。我听韩烨说，今夜你一共降起了2次冥敌，难道有漏网之鱼？并无。你可知，为什么一株小小的灵芝，竟然能逃出我守卫森严的上清司吗？是我让韩烨故意松懈守卫为之。我本想顺藤摸瓜，找到传说中的草药寨，再将那些精怪一网打尽。可没成想，来救人的竟然是个文弱书生。可惜了。我知道，你并非凶手。今日放你离开，此事不要对任何人提起。老夫炼丹30余年，是不是草药精怪，我一闻便知。这分明就是一枚普通灵芝，与先前所捕的灵芝精怪毫无关系。哼，依老夫看，这分明是你守卫不力，才被人用狸猫换了太子。你敢说我守卫不力？够了！你灵芝一事不要声张，近几日加强巡逻，由1日3巡改为1日5巡。一旦发现精怪，无论罪否，即刻逮捕。哎，你不来我还忘了呢。近日啊，有一狼毒精怪作乱，此人行事嚣张，法术高强。我让韩烨派人缉拿了多次都无果。此狼毒精怪将会在天灯街市纵火焚烧，趁乱抢劫。若是你这次能够擒拿住这精怪，我就与你卸甲归一。早就听闻这天灯节热闹非凡，是北冥除夕以外的第2大节庆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虚实一刻放天灯，可不要迟到了。听说2个人要是一起放的天灯啊，真的永不分离呢。快走，快走！等待郎中来了，我也要跟他去放天灯。哼！你也来这里卖天灯啊？对呀，小兰姐姐，你看看我的天灯，来。
姐姐，91怎么没和你一起来呀？她出诊了，一会儿就到。我先过来等她。一会儿啊，等她过来提词就好了。九明。这呆郎中怎么还不来？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？大人，我们回去领赏吧。从今天起，我和上清司再无瓜葛。属下亲眼所见，那女子确实为精怪无异。只可惜九明大人替那女子挡了一剑，属下才未能得手。你说你伤了九明？是。九明大人对上清司的战术实在过于熟悉，还未动手便已察觉到异样。后来他更是掩护那精怪逃跑。殿下息怒。属下会继续派人紧盯百草堂，只待将九明大人引开后方可。九明是精怪吗？那你为何伤他？废！他伤势怎么样？他剑上无毒，应该不会伤及性命。伤得这么深，一定很疼吧？我现在给你疗伤。好点了吗？早就听说上清司的手段卑鄙，没想到他们还搞偷袭，真是。幸好你反应快，不然肯定要被他们抓走了。哎，不对啊，你一个郎中，怎么身手这么好啊？我自幼在山间长大，最开始习武也是为了防身。12岁那年，我的母亲因病离世，我只得下山游历。一日，在街道救下一妇女，因此得到了贵人的赏识。那是那位贵人教你的武功吗？算是吧。他待我亲如兄弟，说我资质不凡，便请师傅精进我的武功。啊，这百草堂也是他一手扶持起来的。
哎，那你们后来呢？你们亲如兄弟，我怎么没听你提起过他呀？我与他本共有济世之心、太平之志，可他渐渐初心不在，所行之事我愈发看不懂，我只能和他渐行渐远。他都做了些什么呀？哎，你说给我听听呗。小兰，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告诉你所有的事情，你给我点时间处理妥当，然后我慢慢的和你说，好吗？我等你。还疼吗？殿下，属下只是担心，若九明大人和那精怪合谋，恐对上清司不利。他们不会合谋的。九明性格隐忍，习惯了独当一面，定不会看自己心爱之人陷入险境。可那精怪留在北冥，始终是个祸害。殿下，您打算如何应对？欲擒故纵。掌柜的，我晓得小兰就是精怪了。你看看他把你害成啥子样了？老白，你与我朝夕相处，发现小兰的身份是自然。不过既然如此，你更应该知道，她并非恶人。恶不恶人倒无所谓，关键他都不是人噻。我们平常老百姓是斗不过上清司的。要我说，趁现在还没出事，就赶紧把这个姑奶奶送走得了。这个，你咋画了一根草在膀子上？这是灵佩图文，我与他已结成灵佩，同死同伤，这便是印证。灵佩啊，他给你下蛊了。老白，近日发生了许多事情，我心里总觉得不踏实。要不，我给你寻个东家，你尽快离开百草堂吧。掌柜的，你是赶我走？除了百草堂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既然你认定了小兰姑娘，那我老白也是认定你的。我不走。阿九，你回来啦！你醒了？这是你做的？没想到你还会做饭呢。快尝尝。好吃吗？陈露，昨天的不是都散了吗？这是哪儿来的？那可是我们掌柜的今天跑后山采的。哎呦呦，采了2个多时辰呢，早饭都没得吃，才采了这么一小幅出来，自家身体都还没好。小兰姑娘，
我们掌柜的现在对你，可比对老白我都好。老白，话多了啊。行，我再去搞点鸡汤，给你们两个好好补补。妈呀！对了，今天你就不要去出诊了，事情交给我和老白就行。为什么呀？经过昨日之事，我觉得上清司很有可能循着踪迹找到百草堂。你若这时候抛头露面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北冥山本来就是精怪的地盘，上清司不可能轻易踏入，除非他们是冲着草药寨去的。难道他们有了破除结界的办法？你说过，这结界是由申长老千年修为所设，而且地界偏远，凡人就算找到了，也进不去。不会有事的。哎，这不是上清司的人吗？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吗？听说上清司今日在北冥山大获全胜，那杀草药寨的精怪全被一网打尽了。我还听说呀，这大部分可都是献给皇上的珍稀草药精怪，那得多补啊！掌柜了，老白，掌柜了，问到了，说是在10时左右就看到上清司的人上山了，上山的时候拖着个老箱，在太阳落山前就下山了，没看到有人死伤。区区2个时辰，凭这么几个人，根本不可能抓到很多精怪。你说那上清司的人拖着老箱到山上去游行，图啥？从北冥山到上清司，最近的是走西边，可是他们却偏偏绕到了百草堂门外走了一圈。明显就是故意做给我们看的。我明白了，掌柜的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他们想激怒小兰，然后想让小兰闯进上清司去救人？小兰今天一直在卧房没有出来吗？没有，她晓得这个事情以后一直卧床不起，晚饭都是我端进去给她吃的。不对，哎，掌柜的，小兰。狼毒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原来是只小板蓝根，你来这鬼地方干什么？我问你啊，今日你有没有看到草药寨别的精怪被抓到这里来了？草药寨，老子命都快没了，还管草药寨的死活？我知道，
你被长老赶出去以后，一直心怀恨意。既是同族，我岂能见死不救？我现在施法救你。板蓝根，我欠你一次，老子记住了。你今日就没有在这里见到别的草药精怪吗？那你又是怎么被抓进来的？也就是老子倒霉，贪了点小财，落了他们的陷阱。要是再让我见到那个九明，我一定把他生吞活剥了。别让他们跑了！让开！你快走，我施法拖住他们。老子才不用女人来护着。跑啊！愣着干嘛？小兰姑娘，九神医，你既已卸甲，便不再是上清司的人。看在往日的交情上，不要逼我动手。仔细搜查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。本王并未撞击什么女子。叶亲王恕罪。走，我们去那边找找。你是亲娃，皇上的弟弟。想不到在我北冥，还有不识我非业之人。若按长幼，他还要唤我一声兄长呢。啊，我刚来北冥不久，对这边还不太熟悉，所以才误闯了上清司。谢谢你救了我。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我捎你一路吧。月光目光微亮，也带长幼的盛夏。思念才回荡，这个晚上心绪染上了霜。回想过往景象，幻想一场醉把天亮。让我靠着窗，惆怅凝望在深陷你的模样，四海八荒，一生人来人往，难免有散场，有到访，是寻常。生命就这样聚散无常，只想你在身旁，哪怕是流浪，也依然的勇往。若人间无常，马轮有兵荒，我陪你逃亡，去任何地方，甘愿去对抗世界的荒凉。尘世在荒唐，生命在漫长。飞燕，我绝不与你伤他分毫。阿九，为了救他，你竟与我反目。这两个人咋个回事啊？从昨晚回来就一直累啊。今日你
有没有看到草药寨别的精怪被抓到这里来了？老子命都快没了，还管草药寨的死活？上次北冥山设伏，这次又故意引小兰劫狱，2次欲擒故纵。飞爷到底玩的是什么把戏？我是否要将真相告诉他？也不知道狼毒逃出来没有。他说上清寺没有抓到精怪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这件事要不要与他商量一下？不行，飞爷心机深沉，难以对付。我不能冒险让小兰与他为敌。算了，他一个凡人，既不了解精怪，也对付不了上清寺。不能让他参与这么危险的事情。小姐，你是来问诊啊，还是买油啊？阁下有礼，我并非小姐，而是一位贵人的府中长侍。这次来是来请医的。请医？那你是想请小兰神医，还是阿九神医啊？家中女眷突发高热，卧床不起，听闻小兰神医专治此症，不知可否方便到府上一看？请我啊！哎，老白，快，把我箱子拿出来！哎，要得，小兰神医啊，今天刚好。没空。没空？可我看这儿并无患者。在下阿九，见过长侍。九神医，久仰大名。小兰姑娘，资历尚浅，医术不精，恐怕难当大人。不如就由我亲自入府为其诊治，如何？可家中患者是名年轻女眷，九神医身为男子，怕是多有不便。你在干嘛呀？我们不是说好了，女子都交由我来诊治吗？其他女子可以，这次不行。为什么？我说不行就不行。好吧。医者仁心，无关性别，还是别耽误了时辰，误了病情。九神医，这边请。九神医这边请。九神医这边请。叶亲王的府中，并无女眷生病，对吧？叶亲王为人低调，这府邸向来也不为人知。九神医既然知晓，着实令原乡佩服。叶亲王向来喜闻莲花，会每日派人采新鲜莲花供制。这北冥城独一无二，你身上便是这香。叶亲王早已料到九神医定会代为前来，特意在书房等候多时。九神医，这边请。百草堂请医，是为了印证小兰的身份。北冥山设伏，却被你挡了一箭。上清司一局，是欲擒故纵。你呀，利刃相对，够狠。这下一子要下在何处？还请叶亲王明示。当年我把你带回府上的时候，你不过束发之年。那时我就让你唤我做叶兄，不必喊我叶亲王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反倒忘了。叶亲王当年的知遇之恩，阿九，
永志不忘。我16岁那年便向先帝请缨，前去戍守边关，金戈铁马10数载，才换得了我北冥的太平盛世。可还未班师回朝，便被自己的亲弟弟夺去了皇位。如今就只能做这么一个抓捕精怪的闲散王爷，你觉得我会甘心吗？为君者，志在为民谋福，护国太平。凡能做到以上，不论地位高低，百姓皆敬之。好，你说得好。可当今皇帝昏庸无度，不理朝政，只一心痴迷于长寿之道。多年来，我上清司所捕精怪皆被炼丹献圣，百姓民不聊生，朝局动荡。这些我都看在眼里，心有愤恨，却无能为力。我上清司虽然兵力不多，但皆为精锐。你我2人若能联手，再加之精怪之艺术，借势起兵，定能夺得这天下。到时我就颁布诏书，与天下精怪和平共处，你与小兰姑娘也就能双宿双飞了。非也，你若真心系百姓，怜惜无辜，不至于将我蒙骗至今。叶亲王今夜心不得珍惜精怪，还得请丹师尽快炼化才好。啊，好啊，快带老夫前去一看。纵使皇上痴迷炼丹，你又何尝不是在助纣为虐？还有李氏夫妇一案，我已全情知晓，就是你派人所杀。上清司所谓抓捕精怪，为民除害，其实都是为了你的一己私欲。多年来，你假造凶案，谋害精怪，滥杀了多少无辜？你满嘴仁义道德，所行却残暴至极。这一次，我不会信你了。九明，你年少时曾对我说过，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。于我而言，你又何尝不是？你现在回头，我恕你无罪。叶亲王，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阿九告辞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中秋节凶案疑点颇多，上清司难辞其咎，故现将此案移交大理寺调查。期间，上清司需配合办案，暂时封闭。钦此。叶亲王，圣上有令，凶案不明，还请您暂避府上，无诏不得出行。上清司就这点手段，有种把老子杀死！
叶亲王，这精怪还是不肯招出草药寨的位置，要不要直接放火烧死他？你可还记得是谁把你抓进来的？就算是化成灰，我也能把他给认出来。好，给你一个机会，去报仇，不要让本王失望。但是说，他已枯萎多年，若再不一根，就真的要香消玉殒了。可现如今，上清寺暂封，又有大理寺搅和进来，此番行动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云香，当年修建上清寺的时候，我曾让你为地牢留有一暗道，可还在？回殿下，尚在。府兵现有多少？共3000余人。好，再让寒夜召集上清寺所有兵马。本王筹谋多年，绝不能功亏一篑。阿九，你真的愿意娶一个精怪为妻子吗？你会后悔吗？此生所愿，此生无悔。薄荷，现在长得挺好的呀，给你修剪一下，快修成人形了吧？还挺香。小兰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灵芝姐姐，怎么没见酒神医跟你一起回来？她呀，在准备明天用的喜轿呢。我还给她找了8个在城里打工的精怪，明天就可以一起来接亲了。好，申长老正在堂内安排明日的婚事呢，就差你了，快跟我来。明日这婚事就交由你们2位了。这成亲需要的各种东西。你走之后，黄芪便和枸杞成了亲，二人两情相悦，如今枸杞还有身孕了呢，太好了。去吧。这婚礼呀，一定要热闹。申长老，放心吧。一日不见如隔3秋，好想你啊！哎，对了，黄芪、枸杞还为祝你们新婚快乐，多子多福呢。这个呀，还得感谢当日小兰不嫁之恩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你说马上都成亲了，还嘻嘻哈哈的没个正形，你说这要嫁过去，再被酒神一笑话，啊？阿九才不会呢。而且他说了，以后啊会常常陪我回来看你的。好啊，好。明日成亲的事宜啊，我已交与黄芪和枸杞去安置。他们2人刚刚成亲，比较有经验。等到明日，阿九和那位姓白的公子来迎亲，我就施法呀，打开结界，他们就可以出入自由了。这草药寨1000年来从未打开过结界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哎呀，无妨无妨啊！咱们草药寨啊，地处偏远，又在结界之中，这人类呀，根本就找不到我们啊！放心放心。好。
就是个臭郎中嘛。嘿，来了！市长老，把结界打开吧！弯弯两个影子倒映在湖面，你飘过山水间，陪岁月缓缓。再有你的故事走一圈，别替我挡住了孤单。灰色月色绵绵，照亮你我的眷恋，写了每个有你的浪漫瞬间。圈的涟漪会游荡进彼此心里面，两情相悦到永远。狼毒，九明大人，好久不见。上清寺这帮混蛋，竟然利用老子抓精怪，凡人没一个说话算话的。狼毒，你既已逃离上清寺，现在收手，我放你归山。放你娘个头！上回暗算老子，这个仇我一定要报！老板，思念才回荡。这个晚上心事染上了霜，回想过往，惊醒幻想，梦里沉醉把天亮。而我靠着窗，惆怅凝望在心心。掌柜的，那个地包袱好，假。难免有散场，有到访，是寻常。生命就这样聚散无常，只想你在身旁，哪怕是流浪，也依然等望。人间无常，马轮有变化，我陪你。除了百草堂，我哪儿都不去。既然你认定了小兰姑娘，那我老辈也是认定你的。老板，掌柜的，我还是头一回见你那么厉害。我老辈没啥子人了，你死前也算是为你出过一份力。说什么傻话？你这辈子还长着呢。快去接小兰姑娘，老板，快去！
我要你跟我一起去，一起去，好吗？老板。反抗你！不好，小兰出事了！撤！九明大人，狼图，上回还算老子，这个仇一定要报！小心！我老辈没啥子人了，你自己也算是为你出了一份力了。不好，小兰出事了！踏！踏！叶亲王有令，凡抓到珍贵草药者，有重赏。伤我族人，要你狗命！我去！我去！躲了这么久，终归也是躲不过了。那是千年人参，抓到者赏黄金100两。
冥冥中灵配结成，比劫难与你生死与共。昨夜星辰落入梦中，此刻只能回忆相赠。恍如梦人去无踪，深情太沉重，谁又能读懂？我不敢困于这红尘九龙，可谁又能逃过宿命不轮回浮涌？若是故地重逢，不为谁动容，只见一剑东风揽入怀中。我不敢困于这红尘九龙，身后落雪绕过半生，如今无霓虹。前世看风微蝶飞过你北风，不过平生一场梦。救！参见九明大人。仙落江年，荒草重生，苍摇两船，闻风而渡。冥冥中灵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上我的床！九明大人，胆大包天，现在就送你去上清寺。你一个郎中，怎么身手这么好？既是精怪害人性命，当然有罪。深情太沉重，谁又能读懂？我不敢困于这红尘九龙，可谁又能逃过宿命不轮回浮涌？若是故地重逢，不为谁动容，只见一剑东风揽入怀中。我不敢困于这红尘九龙，身后落雪绕过半生，如今无霓虹。前世看风微蝶飞过你北风，不过平生一场梦。前世看风微蝶飞过你北风，不过平生一场梦。恭喜殿下，大获全胜。那株千年人参，给大理寺的朱少卿送过去了吗？已经差人送去了。朱大人说明日早朝时就会向陛下递交案情陈述，证实为精怪杀人，解封上清寺。这九明走了以后，司卫一直空缺着。寒叶大人，意下如何呀？谢殿下，属下在所不辞，愿效犬马之劳。那株板蓝根精怪现在何处啊？哦，他尚被关在地牢里。说来也怪，其他精怪都是浴火还形，就连那千年人参也挡不住殿下的夺魂剑，可唯独这株板蓝根竟然不怕火。秦王有令，凡抓到珍贵草药者，有重赏。皇继小兰，小兰，你不能被他们抓走。烧，直到把它烧出原形为止。
九明大人，您的伤口刚刚上药，不便行动，还是回屋歇着吧。小兰呢？你们把小兰怎么样了？飞叶呢？我要见飞叶！叶亲王此时正在上清司处理事务，特地嘱咐奴婢好生照看您，并让奴婢代为转达一句话：弃暗投明，既往不咎。把飞叶叫过来！你把飞叶叫过来！我曾经那般劝你，没想到还是走到了今天这步。或许命中的劫注定无法逃脱。为什么？若是我的劫，为什么要伤害他？为什么要毁了草药寨？天道轮回，自有因果，此劫无人能渡。你所说的因果，到底是什么？你曾是苍穹之上一仙9年，游历尘寰时，爱上了北冥的长公主兰真。你与她私定终生。大婚当日，兰真却突发恶疾，你为了救她性命，擅自使用法术降下仙露。可这仙露并没有救回兰真的性命，却让北冥山草药成林，修成了精怪。天尊为此大怒。一仙9帝，以你天为死降仙露，是为何故？只为救我喜爱之人的性命。可知仙不能有情。若为仙不能有情，我愿永世为人。即使你是一仙，降下这回生仙露，也救不回他。爱上他，你可后悔？绝不！好，今回本尊愿将你贬为凡人，除尽业国受人之爱，否则你将会身心俱灭，万劫不复。没想到天尊将你贬至尘寰，除尽精怪，可你却偏偏爱上了精怪小兰。可是，为什么在我的梦里，小兰和兰真长得一模一样？难道小兰是兰真的转世？初见她时，我也极为惊讶。兰真只是一介凡人，不应该转世为精怪。除非兰真并非凡人。照这么烧，得烧到什么时候？快去禀告叶亲王。是。
即为灵配，同死同伤。此刻，他定是承受着更大的痛苦。小兰只是一个精怪，她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？我要去救他，我要去救他！你先保住你自己的命吧，你姬生只是一个凡人，承受不住这些的。我一定要去救他，若不是因为我，曹药寨不会覆灭。我一定要去救他。老夫自诩纵览精怪无数，可此精怪法力之高强，真是闻所未闻。王爷，有他一人之精魄，可抵得天下精怪。灭我族人，施展血肠。天助我也！这不可能，小兰只是一个精怪，她怎么会有魅主的法力？九弟！三火纹，这是唯有魅主才能显现的图文。难道他真是魅主转世？魅主消失多年，一旦出现，三界恐有大难。他是上清司九灵，是他灭了你的全族，杀了他，为你的族人报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阿九，你曾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放箭！住手！殿下，危险啊！小兰姑娘，我们谈谈，如何？你的族人没有死，我可以助你救出他们。自上清司成立以来，凡经我手所捕精怪，皆会在这藏药阁登记入册，包括寒夜那日在草药寨所捕的全部精怪，都在这儿了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曾对你说过，我是皇帝的亲哥哥，你却从来都不好奇，为什么登上皇位的是他，而不是我。你想夺位？我需要你助我一臂之力。事成以后，我自会放他们走。你知道，我现在就能杀了你，放他们出来。小兰姑娘当然有这个本事了。可即便是你杀了我，还会有下一个人来接管上清司。只要凡人一日与精怪为敌，草药寨便一日不得安生。可若是我登上了皇位，我便可昭告天下，让百姓与精怪和平共处。这不也是你想要的吗？为表诚意，我现将这藏药阁的钥匙交付于你。
任你处置。数千年前，魅主战败，肉身消陨，而其魂魄却逃至尘寰，在转世之中寻找重生的机会。如今看来，小兰便是魅主的转世。所以，他才说他六根不全，独缺肉身。小兰眼中的三火真纹，就是魅主重生之兆。本该是一介凡人的兰真，却因魅主之魂，转世为精怪。就地接旨。见魅主在精怪体内重现，为保三界太平，本尊先恢复你的神力，手刃其魂，以度今世之劫。如此便可罪孽全消，重归苍穹。斩情剑由苍穹之巅的圣火铸炼1000年而成，可斩绝七情，灭魂释魄。我若是不接这旨，又能如何？若拒不接旨，违逆天道，便会形神俱灭，万劫不复。救命！晚风吹拂花枝微动，庭中月色几分朦胧。前世你是九弟，我是兰真。这一世你是九冥，我是精怪。你注定是要亲手杀了我的。不论前世今生，不管我是谁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，我绝不。来不及了，都已经来不及了。你我注定不该相遇。我不敢困于这红尘秋风，山河我需绕过半世如星无霓虹。前世看风为蝶飞过你眉峰，你我往后生死无关，再无瓜葛。前世情，今生债，红尘轮回，就当大梦一场。若是前世不相见，今生何必有相见？若是红尘轮回，终是大梦一场。我阿九愿与小兰
长水不息。不要再来找我，否则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只借一盏灯，风来入怀中。我不敢困于这红尘囚笼，身后落雪绕过半生如戏无霓虹。前世看风为蝶飞过的每一峰，不过平生一场梦。元香，你当真愿意吗？你若是现在后悔，本王不怪你。当初若非殿下出手相助，元香此时还在那宁春阁受人践踏。殿下想做什么？月下都心甘情愿。本王等了这么多年，明日终于能与他相见。这里就是太庙了，皇帝稍后会来这儿祈福，我们先行进去埋伏。既然是祭祀，为何这里不见牌位？莲花精怪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布阵！太上敕令，超入孤魂！上敕令，超入孤魂！如若此元神，速速退还魂！换魂咒，飞叶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以你的精魄滋养莲儿的根源，以元香的身躯承载莲儿的灵魂。如此一来，我就能换回我的莲儿了。你杀遍精怪，就为了换他性命？我杀遍天下精怪，取出精魄，就是为了再见到他一眼。可我从未成功过。如今天助我也，我遇到了你，我只需要你一人的精魄即可。这么多年了，今日我终于可以再看到他。当代游魂何处留存？三魂早将，齐步来临！
小兰姑娘体内的魅主之魂正在苏醒，三界恐有大难。小兰，救命！你我兄弟一场，我给过你机会，如今即便是让我杀了你，我也要复活我的莲儿。飞爷，我不会让你伤害小兰的。你应该是最理解我的人。你爱上了一个精怪，我也爱上了一个精怪。你愿意为了他背叛我，我也愿意为了我的莲儿痛定精怪真宗。飞爷，停手！除非从我的尸首上踏过去。哼！小兰，九弟竟然能够抵挡魅主之力的侵蚀，小兰，小兰，你快醒醒！小兰，我是戴郎中，我是阿九，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我，看看我。戴郎中，我都那样说了，你为什么还要来救我？我说过，拼尽性命，我也会保护你。殿下，哎，殿下。莲儿，不怕，不怕，莲儿，莲儿，莲
莲儿，不怕，不怕。小兰姑娘，你法术高强，求求你，救救他！求求你，救救他！求求你，救救！你杀遍精怪，为换莲花之命。但你可知道，他的根络早已腐烂入魂。即使你布下这阵法，也不可能让一株无根的莲花重生为人。都怪你们，都怪你们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元宵，元宵，殿下，是元宵无能，换不回你的莲儿。对不起。再显现你的模样，四海八荒，一生人来人往，难免有散场，有到访，是寻常。生命就这样聚散无常，只剩你在身旁，哪怕是流浪，也依然的勇往。何处留存？马轮有兵荒，我陪你逃亡，去任何地方，甘愿去对抗世界的荒凉。尘世再荒唐，生命再漫长，依然不曾忘你手心滚烫，带着我去闯那世界战场，他的模样。老白，这是你生前最爱偷喝的酒，我给你满上。这儿灵气充足，我把你葬在这里，这样你往生也会更快一些。九神医，九明一事，我已同小兰说清。她知道你从未亲手杀害过任何精怪，也知道上次是你救的我，这回也多亏了你，草药寨才能换回一线生机。只是，九神医，我不得不问你一句：你与小兰的婚事是否还作数？当然，我与小兰生死相依，永不分离。若天不遂我愿，我便逆天而行。此生契阔，永世不离。
快逃！玉壶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天尊知道你拒不接旨，已经派人来抓你了。天尊马上就到，你们快走！小兰，阿强！小兰，小兰，小兰，小兰！九弟，拿起剑来，杀了他！小兰她什么都没有做错，你为什么非要杀了她？他是魅主的转世，唯有杀死他，三界才能太平。九弟，快拿起剑来！不，我绝对不会伤害小兰。九弟！魅主本该跟着蓝针魂飞魄散，是你擅自降下仙路，才让魅主转世成精怪。如今只有你能除掉他，难道你要弃三界众生于不顾吗？前世是你杀死了他，是又怎样？他不过一介凡人，命若浮尘，死又何惜？九弟，不要一错再错。你是苍穹的神仙，你必须守护三界太平。残害无辜，诛杀异族，这就是你所谓的三界太平？救苍生，不得爱人，这神仙不做也罢。九弟，你在做什么？如果是这世间唯一能伤他之人，那便以我之命换他永世安宁。回想过往，惊吓幻想，梦一场，最怕天亮。而我靠着窗，出场你我在想象你的模样，四海八荒，一生人来人往，难免有散场，有到访，是寻常，生命就这样聚散无常。只想你在身旁，哪怕是流浪，也依然的勇往。说人间无常，马乱有兵荒，我陪你逃亡去任何地方。老总，我不要你死。诸神听令，合力攻击！杀我所爱之人！我要你们仙界陪葬！登场让我永恒
那后来呢？后来魅主神魂自此消散，天尊放他们二人回到了尘寰，做回了凡人。那他们怎么不去做神仙了呢？好了，当神仙有什么好的？还是一家三口在一起最重要，对不对？你说对吗？你说的都对，夫君。大哥，我是来上山采药的，想来讨口水喝。来，让我看看，你都采了什么好东西？孩子客气了，快进来。快快，那个，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吧？哎，老白，刚用陈露沏的茶，来尝尝。好。哎，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姓白？来，那当然，我们在这里等了你几百年了，可算等到你了。可是，小生今年不过18呀。